最近一段时间，YouTube 华语圈第一频道老高与小莫的抄袭传闻闹得沸沸扬扬。本来我是个谈识文超导、AI 等科技和商业领域的频道，跟这事儿可以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大概因为我也是老高与小莫频道的观众，油管最近也总给我推各种频道做的关于他们抄袭的传闻的视频，并且我发现这其中很多频道只是想蹭个热度，谈的时候要么不得要领，对于什么叫抄袭，什么是著作权毫无概念；要么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在蹭的时候其实是相当的保守和战战兢兢。我觉得那不如我从更大胆以及更广的视角帮大家理清楚这件事的脉络。这期视频里我会从以下4个方面来完整的谈一谈这个事件，包括第一，老高到底有没有抄袭？我会分析蓝船妈妈对老高的分析以及老高的回应，去判断抄袭这个问题。第二，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指责老高抄袭的这个频道蓝船妈妈？第三，怎么看待现在很多频道在谈老高抄袭事件上的态度？第四，就是我们应该怎么看待现在老高部分粉丝的观点，以及老高的频道究竟还能不能看了？就整体内容还比较多，我建议你可以先点赞或者订阅一下，以免后面找不到这个影片了。对于一些可能还不明真相的群众，我们首先来说说这到底是个什么事儿。这起风波的起因是有个叫蓝船妈妈的 YouTube 频道，差不多从3个月前就开始孜孜不倦地对着老高与小莫的视频进行分析，包括指出其中存在的谬误以及可能存在的抄袭问题。其中最被认为实锤的一次痛击，其实是这么一期关于昆虫的视频。我们先来简单看看他们具体是怎么分析这个事儿的。这部影片是老高全文剽窃抄袭日本 YouTube 的影片，原影片叫做100年未解决海里的昆虫一只都没有的理由 Euclides， 它的这个抄袭度是达到了100%，抄袭的程度有多吓人呢？就是文本内容一模一样，数据采用一模一样，叙述结构一模一样，就是已经达到了对方影片说虽然但是呢，他也说虽然但是，就到了这个级别。我们现在放出老高剽窃的影片和日文原本影片的1:1的内容的对比，大家来看看有影响力的所谓亚洲大顶流的频道是怎么剽窃影片的啊！已知地球上的哺乳类动物只有6000种，鸟类呢有9000种，爬行类动物有1万种，两栖类动物有7000种，鱼类有3万种。因为目前发现的昆虫就100多万种。哺乳類は6000種、鳥類9000種、爬虫類1万種、両生類7000種、魚類3万種。昆虫100万種。种类比较多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昆虫在进化的过程中产生了3个超能力，就是飞行、变态和休眠。という3大チート特性のおかげだと考えられています。好，那么数量如此庞大、适应能力如此变态的昆虫，为什么海里没有呢？これだけの数がいる昆虫ですが、海には全く存在しません。也就是说，昆虫在物种上来说已经是最强的一种物种了。虽然人类是地球的霸主了。の頂点は人間だが、種として考えた時の頂点は昆虫だろう。第一个推测呢，就認為海里没有昆虫因为海洋中已经有了大量的节肢类动物，就说螃蟹和虾在海里已经很多了，所以没有昆虫。すでに海には甲殻類がいるからというものだ。它们在生态上非常相似，在食物链上的位置也是非常相似。也就是说，在海洋的生态链中已经没有了昆虫的位置。の食物連鎖の中で、その生態的地位、ニッチには入り込む隙がないという説だ。就说昆虫之所以不能进入海洋，是因为它们在海洋中无法形成自己的壳。を育てられないからという説だ。海洋甲壳类生物的壳主要成分呢都是碳酸钙因为海水中含有大量的钙。カルシウムを吸収して取り込んでいるからだ。好的，很多的相似性我们看到了，那这些相似就是到底应该算不算抄袭呢？我觉得首先我们得来了解一下，就是抄袭或者说剽窃这个概念的定义，同时我们再结合老高在自己频道的回应去看一看他到底存不存在所谓的抄袭问题。老高其实累计在自己的频道发过3次回应的帖子，
值，然后他自己也已经删除了，但是我们得感谢老高频道的一些搬运工啊，是他们让帖子截图留存了下来，我们可以来仔细的看看老高到底是怎么说的。这个回应不得不说，就是老高是用了相当聪明和投机取巧的方式，试图让事情蒙混过去。但是他大概也没想到，就是自己频道除了始终脑残粉以外，还有很多客观中立有逻辑的粉丝。这个回应完全没有办法让他们买账，所以他事后又给删除了。我们具体就是有3个版本的这个回应，我们可以一步步看，就是他到底是怎么描述的。就是我们首先看看，就是老高他其实用了一个非常聪明的技巧，就是他在第一个帖子里说，因为有16个未订阅的观众的质疑，他这里先划出了一个阵营，说质疑自己的只是少数几个没有订阅自己频道的人，把自己和自己频道的观众放在一个阵营内，一致对外。这个做法其实可以看出老高不愧是最强说书人，应该也没少学社会心理学的知识，这个技巧还挺棒的。然后接着对于抄袭这个问题，老高完全用了自己的框架试图去解构这个问题。你看他说的是原创，就是他没有用抄袭这2个字，他把这个概念换成了就是什么才可以叫做原创。他指出自己并不是这些知识的原创者，他只是个说书人，他只是把学到的东西讲给小莫和大家听而已。这里面还有个非常有趣的技巧啊，我后面会在讲粉丝的那一趴再进行分析，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先来看看就是原创性的问题，老高他到底是怎么举例的。他举了个例子，他说关数不变和1+1等于2不是他原创的。他其实在这点上想表达的意思是，只有这些知识是真正的具有原创性的。他和所谓他抄袭的频道讲的其实都是一样的知识，凭什么说他是抄袭呢？其实这个比喻让我非常困惑，就是老高作为一个这么大体量的自媒体博主，他究竟懂不懂什么叫创作？在这里就是我们需要把那个比较官方比较标准的，就是对于什么是抄袭什么是剽窃的这种维基百科的描述给纳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就是维基百科在剽窃上的定义。你看他这里是说，剽窃是指将他人的语言、思想、想法或表达方式冒充为自己的作品。你可以看看，就是其实一般的著作权保护的也根本不是知识，而是语言、思想、想法或表达方式。对，就是如果我们以老高那种方式来定义的话，其实 99.999% 的 YouTuber 都不能创造类似于1+1等于2、光速不变这样的知识，但是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收集、分析资料，基于资料形成自己有创造力的表达，发表自己的想法。这些东西难道不值得保护和尊重吗？我觉得完全值得。大家其实喜欢老高也不是因为他所提供的知识，而是因为他能清晰易懂又有趣的把一些知识和故事给表达出来。他的这个能力所产出的视频，我觉得是他创造的，是完全应该获得保护的。但是如果他把别人经过辛苦加工后的表达直接翻译，并且占为己用，我觉得他应该要受到一定的惩罚，或者至少他理应承受一些指责。以后应该修正他之后在频道内做分析以及引用其他人知识的一些方式，至少给新的表达方式的创作者提供必要的 credit。 所以就是如果我们重新去看那个蓝船妈妈的这个指控以及他对照出的这个内容，你是可以发现就是老高的影片和
被认为他抄袭的对象的影片在表达方式上，在内容结构上其实是非常相似的，然后这个在通常的定义下就是剽窃，就是抄袭。我觉得这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盖棺定论的。然后老高第二次回应的时候，他还额外补充了一个新的内容，他认为只有在原作者不允许转载的情况下，著作权才存在或者有效。其实这也不准确，因为著作权是一种法律保护作品原创者的权益，它其实不需要原作者明确表示不允许转载，就是任何未经授权的这种转载都可能是侵犯著作权的，而且也并不需要就是原作者非得提出上诉，非得提出控告。就有些作品创作者甚至已经去世了，就是他没有办法提出控告，难道这个抄袭就不成立不存在吗？其实不是这个逻辑。第三次的回应的话会让我更加困惑，就是老高是怎么知道对方影片只有2000个字的？他是直接获取了对方视频原文的全部内容吗？而且就是假设就确实一个2000字，一个5000字或者7000字之类的，日文和中文本身不一样，直接比较字数实在是没有什么意义，而且也不代表就是你没有对原视频进行大幅的借鉴。就假设你说的可能4-5千字是你在那个基础上进行创作的内容，其实这也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你如果那2000字你是抄袭了，那就是抄袭的，就是找这种类型的借口其实不太有意义。所以就是看完这部分的内容以后，你应该也会认为就是老高有部分抄袭或者洗稿的嫌疑，对吧？或者至少他过度借鉴了一些信息源，却没有指出对应的来源。这个锅老高与小莫这个频道他应该是要背下的。第二部分就是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蓝船妈妈。其实蓝船妈妈怎么样跟老高是不是有抄袭是没有半毛钱的关系的，但是很多人在讨论的时候会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好像蓝船妈妈做出来的视频更让人看不下去，或者蓝船妈妈在频道形式上完全抄袭借鉴了老高与小莫，所以他们更喜欢老高，不觉得老高抄袭。这完全是一个错误的小学生型的思维。就是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在讨厌蓝船妈妈频道的情况下，感谢他们认真研究指出了问题，同时认可他们有理有据提供的关于老高抄袭的证据。就这两者完全是没有必要有冲突的。我觉得蓝船妈妈在呈现事实和做分析的能力上确实相当不错，但是有一些点我也想吐槽一下他们。第一，就是像刚才所说，我其实认为像老高与小莫的这种拍摄视角，这种互动方式，完全是一种表达方式的创新。蓝船妈妈其实就是在抄袭老高的模式，虽然这种模式就是如果从法律层面上去进行沟通的话，可能估计很难被认可，确实是一个抄袭，但是我们作为观众，从道德上从情感上其实都是可以指责这种形式的抄袭的，就是你完全可以指责蓝船妈妈她抄袭了。然后第二就是有一些说法其实完全无中生有，就是蓝船妈妈她有点为了指责老高而指责了，就比方说下面这部分就是关于粉丝量的。我先告诉大家哈，不存在580万的订阅人数，真实的订阅人数都知道啊，大概在295万到310万左右。当达到播放预期目的的时候，这个影片的名字就到了可以改名的成熟时机。剩余的280万人，也就是高达将近48%的订阅量，根本不是人。至于是什么，大家自己去理解，就你想怎么理解都可以啊。不太真实的指责，其实老高的就是播放数和他粉丝量的占比，在这么大体量的 YouTuber 里面已经算是非常高了。你拿这个数字去说，就是老高好像有一些僵尸粉，甚至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暗指，就是他们有故意买粉，用不合法的方式获得粉丝，但总之是有一些影射的。这个影射其实
完全没有必要，以及完全不靠谱。第三点的话是，我觉得蹭流量其实有点蹭得太过了，当然也能理解，就是他们整个频道原本定位做的内容流量相比做的老高的内容，其实在观看量上有巨大的差异，所以他们可能有一些就是被流量裹挟去引导了自己后续去做内容的这种方向，甚至他们在描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频道时都变成了这样。大家好，我是阿群，妈妈同意和大家见面了。这是一档专门讨论老高小萌影片的。所以这部分我其实想说，就是蓝船妈妈是有自己的问题的。讨厌老高的观众不应该因为立场相同而无条件的去鼓励支持他们。同样的，就是讨厌蓝船妈妈的观众也不要就此认为就是老高没有问题了。这个世界不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二极管，而且抄袭问题跟你是不是讨厌蓝船妈妈完全没有关系。第三部分我们再来谈一谈，就是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就现在出来蹭这个热点的各个频道做的就是内容，就是毕竟老高他们是华语圈第一 YouTuber，然后这个事件出来之后的话，大家想借此机会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或者说蹭蹭流量，其实很正常。我这个视频你也完全可以说是蹭流量，我肯定不会反对。我希望借此机会被更多的观众看到，希望被更多人了解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叙事和分析的能力是什么样的。当然就是跟老高相比肯定还是差得太远了，但是看了这么多就是关于老高话题的视频之后，我发现在整个蹭热点的过程中，大部分的分析视频其实根本都没有办法看，尤其是那些30万粉丝以上的大 YouTuber 所做的视频，主要有这么几类问题啊，就是第一种是没有常识，没有逻辑，根本不理解何谓著作权，什么算抄袭，所以他们只能揪着跟很多粉丝一样的视角去说老高只是个说书人，那些知识本来就不是他的，或者说什么老高只是在给小莫讲故事，我们只是顺便旁听而已。但这种说法跟他妈这是不是抄袭真的没有屁关系。第二种的话是很多频道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表现得非常的保守和战战兢兢，让某些当事人不舒服之处或者用词不妥，在这里先跟大家道歉。如果我的观点与你的相左，也请您含一含。那我就小心翼翼的开始啦。因为毕竟大家都知道老高粉丝的量级和忠诚度，就是大多数华语 YouTuber 的粉丝中估计有非常多和老高的粉丝是有高重合度的，在风还没有完全吹向另一侧，不是所有人都一直在抨击老高的情况下，他们完全不敢站在老高的对立面，就是怕被抨击，怕自己掉粉，所以他们做的视角有抨击蓝船妈妈长相的，这有点太没品了。有抨击蓝船妈妈模式抄袭老高的，这个我觉得喷得对啊，但是跟老高抄不抄其实像我之前说的真的没有半毛钱关系。然后除了上面说的就是这种对于掉粉的担忧之外，其实还有一种既微妙又复杂的情绪在作祟，因为各位能长期更新的创作者其实很少有不从别人的节目里去借鉴选题和部分内容的，至于自己有花多少时间去研究和完善，去提供自己的视角，去形成自己的表达方式，那就完全是凭自己良心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平时操守不那么好的 YouTuber 其实也很怕抄袭洗稿这把悬在自己头上的剑落下，留一些余地总是好事儿。所以基于这个点，我有个推测，就是出来说老高抄袭这个事件的，其实更多还是娱乐类、体育类或者新闻搞笑之类的博主来蹭蹭流量，也有可能会站在抨击抄袭的视角，就是这个角度。而一样是说书风格的，通常会
更担忧、更有顾忌。我觉得在这种状态下，就是能勇敢站出来说话，并且认为老高有抄袭洗稿嫌疑的大 YouTuber， 通常会是更值得关注的博主。就是他们作为创作者，更理解也更体察一个艰辛的创作被抄了自己会有多痛苦，他们也更可能在创作时是更有原创性，是更有操守的博主。我建议大家更多的关注他们。最后我们再来谈一下，就是怎么看待现在老高部分粉丝的观点，以及就是老高的频道究竟还能不能看了。对于一个普通粉丝或者观众来说的话，就是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其实就是你该看看，图个乐子嘛，就是看一个有点错误的博主也没什么问题。但是面对抄袭的指责，我觉得在你自己如果完全还不理解什么是著作权，什么是抄袭，又没有经过认真求证的情况下，非要因为对老高的喜欢而跳出来说老高肯定没抄袭，这事儿就不太必要了。从心理学上说的话，其实这么说的人通常是有一些认知失调了，就是他们会觉得我这么喜欢他们，我觉得他们这么厉害，结果他们只是个抄袭的。就是原来老高也其实没那么高知和聪明的话，是不是说明我自己也很不行，居然喜欢这样的博主？我觉得这种想法其实很没有必要。老高是老高，你是你，喜欢看老高讲故事没有什么错，老高有犯错其实也不代表你有什么错。但是借此事件的话，我觉得有些观众需要形成对老高内容更准确的认知。我有2个建议，当然听不听随你。就是第一，就是如果你是16岁以下，或者你的孩子在16岁以下，就还是尽量别让他看老高的节目了。老高的各类都市怪谈其实资料准备过程不是那么充分，里面涉及的观点和事实信息都不那么严谨，16岁以下还比较缺乏辨识能力，容易信以为真，还是让他们看一些更严谨的节目更合适。然后如果你16岁以上，你成年了，你应该具备一定的辨识能力。我觉得老高节目比较出色的一点是讲的题材还挺丰富的，并且他们有很强的讲故事的能力，很容易把人引入看下去。如果你因此产生了对某个领域的好奇心，想进一步探索，那一定要自己去做进一步的资料核实和探查的动作，把老高的节目作为一个消遣娱乐或者好奇心的起点，其实也挺好的。对了，就是我们前面还留了个坑啊，就是有不少粉丝说老高的节目其实就是老高在给小莫讲故事，粉丝不过是旁观者，所以这有必要这么严谨吗？不说清楚来源怎么了？你要知道啊，老高是华语圈第1大的YouTuber 啊，他每个视频都有几百万的受众，他每年能从 YouTuber 赚取上千万的收入。我们对这么一个公众人物有一些道德伦理，有一些知识产权保护上的要求，其实是很合理的。而且老高真的只是单纯给小莫讲故事，录个小视频，然后正好发着就正好火了嘛。那你们也太不尊重老高的努力和知识成果了。可能需要老粉才知道，就是老高从非常早之前就一直在做直播和录视频了。最早是个游戏主播，和扰肉在做酷爱 Zero 这个工作室，后来老高尝试去做一些新的模式的探索，然后成功的火了。所以从这里你其实就可以看出，就是这是一个明显刻意为之的商业行为。当然老高的说法会显得更浪漫一些，就是你如果还是爱信那一套说辞的话，那就信吧，也无所谓。今天聊了非常多，你要是都听到这了，是不是可以考虑订阅一下，点个赞呢？有任何疑问或者想讨论的，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欢迎各种观点和讨论。